嗨，大家好，2025新年快乐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玄子。各位派友们，这几天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既期待又有点紧张呢？根据官方公告，Pi Network 预计在2025年第一季度开放网络，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。但即使到了这个时间点，网络上还是有人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：这会不会又是一场拖延？派币的价格到底会不会起飞？我该什么时候卖？别担心，今天小玄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些问题。我们会从 Pi Network 的发展进度谈起，顺便科普一下任何币种包括拍币价格起飞的3大要素，以及如果你想快速变现，最佳卖出时机是什么时候呢？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关于项目方是不是又在玩拖延战术呢？小玄子用以下案例说明。假设有一天，你碰到一个以盖房子为名义骗钱的诈骗集团，他们会怎么操作呢？很简单，他们肯定会一边假装盖房子，一边疯狂卖预售屋，收到钱后拍拍屁股就跑。房子呢？烂尾楼，管他住户怎么哭天喊地，骗子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所以，如果 Pi Network 是个盖房子的诈骗项目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在2-3年前就跑路了，根本不会还继续投入心血，用心装修，甚至还给先锋们不断改进系统，增加功能，把整个网络生态做好。这哪像什么骗局啊？更像是个即将完工的豪华智慧社区。各位牌友，你们说说，是不是有人一直喊着赶快开放网络，赶快上交易所，感觉心情非常急躁，甚至怀疑项目的进度？但你们想过没有，如果今天真的急住交屋，快速完工会怎么样？想象一下你入住新房子，结果发现墙壁漏水，天花板掉漆，管线没安装好，社区的门禁系统坏了，根本不安全。最重要的，房子的地契文件还有问题，根本卖不出去。那你会怎么样？是不是气到怀疑人生，开始怨天怨地的骂项目方？若是这样，换作我是项目方，反正不管早点上或晚点上主网，都会被你们骂，那我就慢慢来就好了啊。所以，与其逼着项目方赶快交屋，不如给他们一点时间，让房子盖得稳固，功能完备，这样我们入住后才能真正放心、安心，甚至住得开心吗？接着我们开始今天讨论的主题。从昨天开始，大家应该有发现到，基础挖矿率有下降，来到了每小时 0.005 EH， 下降至 0.0047 EH， 而且项目方迁徙的账号，距离1000万开放网络的目标，剩下不到100万了。可见项目方还是在持续朝1000万目标迈进，这当然是个好消息。但小玄子相信，大家在等待开放网络那天到来之前，大家对起始价格还是比较关心的。其实小玄子认为，若一开始起始价格能够接近现在的 IOU 价格，就已经是逆天表现了。为何小玄子会这么认为？我之前都有说过 ，IOU 其实是一些非官方交易平台上用来代表拍币的代币凭证，它算是一种投机工具，很多人利用它来进行早期炒作。既然是炒作，那些非官方交易所就是希望高卖低买，但其实本质上完全脱离了 Pi Network 的生态系统。若你问那些交易所为何要做这种事，这就归功于派币是多人参与的活动，毕竟人脉就是钱脉。就像你在闹区人流量多的地方盖房子，其实就不用怕卖不出去，但是不是真的值那个价格，就很难说了。而我们币圈影响价格最大的因素，不外乎是以下3个要点：市场流通量、供需关系以及用户对拍币在生态系统中应用来决定的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点，市场流通量这点呢，派项目方是做得不错，让70%的先锋锁了仓，这点有效减少了短期内流通到市场上的拍币数量。接下来是供需关系，这点跟第3点的生态系统应用是相互成长的。拍币的价格主要也是取决于市场的供需平衡。小玄子来打个比方， Pi Network 的发展就像一个夜市，项目方就是整个夜市的管委会，而我们先锋本身就是这个夜市的当地居民或者是摊商。整体规模越大，越可以吸引人潮，就会引发出许多人远道而来消费，从而带动更多摊商进驻，也会带动周围房价涨势，逐渐形成一个正向循环。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商家愿意接受派币作为支付手段，或者 Pi Network 生态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多，那么对拍币的需求就会提升，从而带动价格增长。也有人担心，市场上可能存在一些违规挖矿或私下交易的行为，这确实会对拍币的初期价格产生影响。不过项目方已经在多次公告中强调，主网开放后，他们会加强 KYC 机制，确保每一位用户的账号安全，并对任何违规行为采取惩罚措施。这点我们就先相信项目方吧。若项目方能对这些违规者做出处理，想必对拍价格一定也会有帮助的。所以从以上的分析，小玄子相信拍币也是会按照这个案例逐渐发展。所以
那些喊得开局31万美金的人，我只能说，先喝杯茶冷静一下吧。虽然不是不可能，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发酵和生态发展才能实现。就像比特币一样，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达到天价。因为小玄子在币圈也有一段时间了，知道不论是主流币也好，空气币也罢，这都是所有币种发展起来的必经过程。虽然小玄子不敢跟大家说开放网络后就能让老先锋们能够财富自由，但是得到一笔小确幸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而且大家也知道，美国正在积极推动虚拟货币发展，所有的天时地利美人和其实都有了。世界上最有权跟最有钱的人都在大举推行虚拟货币全球化政策，所以今年第一季开放主网后，相信拍币也一定是能搭到这个顺风车，发展应该也会不错的，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。派友们也可趁势就进入币圈中，因为这已经是全球趋势。影片前的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，根据统计，全球已经有1亿人都已经间接或直接参与了虚拟货币这块市场。正在看影片的你们，对于虚拟货币交易所的使用，早学晚学都要学，务必在拍币开放主网前申请好虚拟货币交易所账号。下方说明栏位有小玄子专属的 BitGet 交易所的连结码。若你挖拍只是想要快速套现获利，影片最后一段会告诉你最佳的时机点。还有小玄子已经在本频道第83到87集详细教学过如何申请BitGet 交易所账户，还有出入金的操作流程。如果你还没申请，现在赶快去看，不然等到主网开放派上交易所那天，看到价格飙升却没准备好，那真是要急得跳脚啦。小玄子本身是推荐大家去使用BitGet 交易所，原因就是它操作简单，还有设立信托5亿美金的安全基金，保护用户的资产。而且它的界面上，当你有不懂的地方，就去触碰它后，就会出现说明讲解。对于刚进币圈的新手来说，是非常方便的。接下来这段话，小玄子说实话不是特别想说，因为毕竟我也不希望大家一开始就把拍币卖掉。但身为博主，我还是有责任告诉各位一些现实情况。根据小玄子对新币种上交易所的观察和经验，很多币在上交易所的第一天，价格往往是上涨趋势，甚至会有一波小高潮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从第二天开始，价格通常会逐渐下跌，有些币甚至会缓跌数周甚至数月。这可是币圈的潜规则啊！除非Pi Network 在主网的第一天，有马斯克还是哪个大佬出来公开站台，那就不用多说，大家就是报警处理就行了。如果没有大佬出面喊话，而你挖拍币的目的就是想快速变现，其实可以考虑在拍上交易所的当天，抓住机会卖出。但有一点非常重要，你得提前把交易所的账户准备好，才能及时操作。所以说，派友们，那么你是想短期变现，还是选择长期持有拍币呢？你对拍币的未来价值有什么期待？留言告诉小玄子，咱们一起来讨论。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提前准备，从容应对。还有，大家想学什么新内容，也记得在留言区告诉小玄子，咱们下次一起聊更多有趣的币圈话题。Pi Network 的未来如何发展，就看我们一起努力。让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吧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见。